当我不再用过去的阴影投射到未来，我终于给了希望一个可以生长的位置。那不是因为过去忽然变得不重要，也不是因为伤痕一夕之间消失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停止让尚未到来的日子替旧的痛承担责任。过去的我其实很容易把经验带进未来，不是祝福，而是防备。我用曾经失去的方式预测接下来也会失去，用曾经被辜负的感觉想象未来一定也会一样。我告诉自己这是成熟，是学会保护，是不要再那么天真。可是在那样的保护里，我其实早已替未来写好了最坏的版本，于是希望还没出现，就先被我否定，可能性还没靠近，就被我关在门外。我以为自己在避开失望，却没发现，我其实连期待的空间都没有留下。我走向未来的时候，背着过去的阴影，不是回忆本身，而是那些我还没放下的恐惧。我用它们解读一切，于是世界怎么看都像是重复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忽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疲惫，不是因为事情真的发生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意识到，我还没开始走，就已经在心里走完最痛的结局。那一刻我停下来，不是为了否认过去，而是为了问自己，如果未来还什么都没发生，那我是不是可以不要急着把它活成过去的延伸？于是我开始练习，不再用阴影当预言。当害怕出现，我不再立刻相信这一定会重来，我只是告诉自己，这是记忆，不是现在。那样的分辨很细微，却很重要。我没有抹去伤，只是把它放回属于它的时间。我不再让它跨越到还没开始的明天。就在那个空隙里，希望出现了，不是强烈的期待，而是一种安静的可能。它不吵，却真实，像一颗终于有土的种子。我开始允许自己对未来保持开放，不是保证，而是不要先否定。我让未知保留未知的样子，而不是被恐惧填满。我发现，当我不再投射，心里真的多出空间，不是空白，而是一种可以呼吸的松。希望不需要我用力相信，它只需要我不要再把门关上。那些原本被阴影遮住的地方，慢慢透进光。不是说一切都会顺利，而是我不再提前判定失败。我开始感觉到，未来不再那么沉，不是因为它变简单，而是因为我没有再把旧的重量放进新的日子里。原来希望不是乐观，而是一种空间，一个让事情有机会不同的空间。而那个空间一直在等我，把过去留在过去。当我不再用阴影投射，希望自然生长，不是因为我要求，而是因为它终于有地方可以站。我不再需要用伤来证明清醒，我用温柔为未来留白，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信任。相信生命不必一直重复
那一刻我知道，真正的疗愈不是忘记，而是让过去不再替未来发言。当我愿意这样退后一步，希望就自然走向我。当我愿意重新给自己一次开始的机会，宇宙便以无限的方式回应这份勇气。那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决定，也不是对过去全然否定的宣言，而是一个很安静的瞬间。我终于对自己说，也许你还可以再来一次。过去的我其实不太允许重新开始，我总觉得已经错过了，已经走偏了，已经花了太多时间。再来一次，好像只是在承认失败。于是我背着旧的选择，走在新的日子里，一边前进，一边懊悔，一边告诉自己，就这样吧，不要再折腾了。可是在那样的妥协里，我的心一直没有真正坐下来，它总是在回头看那个如果当初不一样，如果我再勇敢一点，如果我没有那么害怕的自己。我以为重新开始需要很大的本事，需要推翻一切，需要足够的资源与把握，却没发现，真正困住我的不是条件，而是我不愿意原谅那个曾经做过选择的自己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感到很累，不是因为事情多，而是因为我一直活在不能重来的心理牢笼里。我忽然问自己，如果我不是要回到过去，只是从现在开始，会不会其实已经够了？那一刻，我没有立刻改变什么，只是在心里替自己打开一个可能。我允许自己不再被旧的版本定义，重新开始，不是抹掉过去，而是把过去放回它该在的位置，不再让它替未来下判决。当我愿意这样松动，宇宙的回应开始出现了，不是戏剧性的转折，而是一种接一种很实际的支持。有人出现，刚好懂我此刻的状态，有机会浮现，正好适合现在的我。有些原本以为关上的门，在我没有用力的时候，慢慢打开。我才发现，宇宙从来没有嫌我晚，也没有质疑我之前走了多少弯路。它只是看见我此刻愿不愿意再一次站在起点上。那份愿意本身就是勇气，不是向外证明，而是向内承认，我还想为自己好好活一次。当我重新开始，我不再急着要成果。我知道这一次不是为了弥补，而是为了对齐。我开始用更温柔的方式安排自己的节奏，宇宙的回应也变得多元，不是只给我一条路，而是给我选择，给我弹性，给我可以调整方向的空间。我明白了，无限不是什么奇迹，而是当我不再把自己困在一次失误里，生命自然展现出的宽广。原来宇宙一直都在回应，只是过去的我没有给它入口。当我愿意重新开始，我等于对世界说，我准备好了，用新的眼光走新的路。那条路不需要完美，也不需要一次到位，
它只需要我愿意走。当我这样走，我开始感觉到一种支持，不是保证，而是一种陪伴，好像生命在告诉我，你不需要证明什么，只要继续，重新开始，不是回到零，而是带着所有经验，站在一个不再否定自己的位置上。而宇宙从来不吝啬回应勇气。当我愿意给自己一次新的机会，它就用无限的方式告诉我，这一次你不是一个人。当我停止用旧的故事束缚自己，我才看见新的人生已经在门口等待。那不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，也不是命运突然改写的瞬间，而是我终于意识到，自己一直用过去的版本替现在下判决。过去的我很习惯替自己说故事，故事里有失败的经验，有被否定的时刻，有努力却没有得到回报的片段。我一次一次重复那些情节，不是因为想记得，而是因为我不自觉地把它们当成了身份。我告诉自己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事情最后通常会这样发展，我不太可能得到那样的结果。那些话听起来像理性，其实是一种对未来的提前限制。我没有发现，我不是被现实困住，而是被自己不断讲述的旧故事紧紧绑住。那些故事曾经保护过我，它们让我不再期待，不再受伤，不再轻易相信。可是在保护的同时，它们也让我再也走不到新的地方。我带着旧故事走进每一个新的选择，还没开始就先知道结局，还没靠近就先准备后退。我以为这样比较安全，却慢慢感觉到人生越来越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忽然停下来，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大事，而是因为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停滞，好像不管怎么努力，都在同一个位置打转。那一刻我才看见，不是路没有改变，而是我一直用同一套解释系统去理解所有新的经验。于是我开始问自己，如果这个故事不再是真的呢？如果我不是那个永远会走到同样结局的人呢？这样的问题一出现，内在其实很不安，因为旧故事虽然限制，却很熟悉，而未知总是让人犹豫。但我也明白，如果我不放下旧的叙述，新的篇章永远没有被写下来的空间。于是我开始练习，不再急着用过去解释现在。当新的机会出现，我不再立刻告诉自己，这不会成功。当新的感受浮现，我不再急着说，你早就知道会这样。那样的练习很细微，却很关键。我没有否认过去，只是让它不再坐在驾驶座上。就在那样的松动里，我第一次注意到，原来新的人生早就已经在靠近，不是突然出现，而是一直在门口。只是我以前没有打开门。我看见新的选择不再那么可怕，新的关系不再那么像重复，新的自己
不再需要先被怀疑。我开始感觉到一种流动，不是冲刺，而是被邀请，好像生命在轻声说：你可以不用再演那个早就不适合你的角色。当我停止用旧故事束缚自己，我没有失去过去，我只是把它放回成经验的位置，而不是命运。那一刻，心里多出了一些空间，不是空白，而是一种可以迎接的状态。我终于不用再证明自己不会失败，也不用再重复为什么不行。新的故事不需要我立刻相信，它只需要我不要再把门锁上。我站在那里，看见人生不再只有一条老路，而是许多条还没走过的可能。当我愿意松开那些早已不再属于我的叙述，新的人生真的就站在门口，不是催促，不是拉扯，只是安静的等待。等我终于相信我可以走进去，当我愿意不再让完美成为枷锁，新的轮廓便开始亮起。那不是因为我突然不在乎了，也不是因为标准被我放得很低，而是因为我终于看见自己一直把完美当成通往安全的唯一方式。过去的我很努力把一切做到刚刚好，话要说对，选择要正确，表现要稳定，情绪也要被妥善管理。我以为只要足够完善，人生就不会出错。于是我在行动之前反复检查，在开口之前先修正，在开始之前先怀疑。我不是真的拖延，我只是害怕一旦不够好就会失去位置，完美慢慢变成一种枷锁，不是因为它要求高，而是因为它不允许尝试。我不是走得慢，而是被卡在永远准备中的状态。我没有发现，在追求完美的同时，我也把很多可能关在门外，因为他们还不够确定，还不够成熟，还不够安全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忽然感到一种空，不是因为没有成果，而是因为我意识到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开始。那一刻，我问自己，如果我一直等到完美，那人生是不是永远都只停在想象里？于是我做了一个很不完美的决定，我允许自己先动起来，先试试看，先用现在的样子去碰触生活。那个允许没有让我失控，反而让我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我终于不用再把全部力气花在避免犯错上。就在那样的松动里，新的轮廓开始出现，不是完整的画面，而是一些模糊的线条，一些不确定却真实的方向。我开始看见，原来人生不是等到完美才值得被看见，而是在行动中慢慢长出形状。那些曾经被我压住的想法开始浮现，那些被我推迟的渴望开始发光，不是因为它们变得无懈可击，而是因为我不再要求他们先证明自己。当完美不再主导，我开始听见内在的声音，
不是问我够不够好，而是问我，这是不是我想走的方向？那个转变很安静，却很深。我不再把人生活成一张等待批改的考卷，我开始把它当成一幅正在成型的作品。新的轮廓之所以亮起，不是因为它们完成了，而是因为我终于给了它们被看见的空间。我不再需要一次就对，一次就到位。我允许修正，允许转弯，允许在过程里慢慢找到节奏。那样的我反而更稳，不是因为我不犯错，而是因为我知道错误不会把我带离自己。当我愿意不再让完美成为枷锁，我没有失去品质，我只是失去了恐惧。而失去恐惧之后，生命开始展现更多本来就属于我的样子。新的轮廓不需要我急着填满，它们在光里慢慢清晰，一笔一笔勾勒出一种不再勉强也不再延宕的人生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真正的自由不是做到最好，而是允许自己走在成型的路上。当我愿意相信生活并没有放弃我，我才能看见它悄悄递出的善意。那不是因为日子突然变顺，也不是因为所有困难一夕之间退场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停止把每一次不如预期都当成被抛下的证据。过去的我很容易怀疑生活，一旦事情卡住，一旦努力没有立刻回应，我就在心里低声问，是不是我不被选择了？是不是我被遗漏了？是不是生活早就转身，只留下我一个人？我没有对外说出口，却在心里慢慢筑起一道墙。我一边继续走，一边准备失望，好像只要先相信会被放弃，痛就会来得比较轻。于是我开始忽略那些细微的东西，忽略刚好出现的帮助，忽略不经意却温柔的片刻。因为在我的叙事里，生活是冷的，回应是稀有的，善意只是偶然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因为日子太难，而是因为我发现，我一直在用怀疑走过每一天。那一刻，我问自己，如果生活真的没有放弃我，那我是不是一直错过他的声音？于是我做了一个很小的转向，不是强迫自己乐观，也不是说服自己一切都好，我只是暂时放下那个预设，放下那个生活不会对我好的想法。就在那样的松动里，一些画面慢慢浮现。有人在我低潮时没有离开，一件事在我快撑不住时刚好慢了下来，一条路在我以为走不通时悄悄开了另一个入口。那些善意一直都在，只是他们不张扬，不保证，不喊口号，他们存在于还能继续的空间里，存在于没有把我逼到绝境的时刻里。我开始明白，生活的善意不一定长得像奖赏，有时候它只是没有再多加一点重量，没有在我已经很累的时候继续施压。当我愿意相信生活没有放弃我，我不再用敌对的姿态活着，
我不再一边走一边防备，我开始允许自己看见那些被我忽略的支持。一个可以休息的晚上，一段不用表现的关系，一个让我慢下来的转弯，它们都不是奇迹，却是善意的证明。我发现，生活其实一直在调整，不是为了惩罚我，而是为了让我走得下去。只是过去的我太专注于失去，没有看见保留。当我不再把挫折等同于被放弃，心里多出了一个位置，可以承接温柔，可以接住帮助，也可以允许事情不必那么用力。那些善意没有改变全部，却让我知道，我不是孤立无援，不是被遗忘的例外。我只是走在一条需要慢慢被理解的路上。当我愿意相信生活没有放弃我，我也不再那么快放弃自己。我愿意留下来，继续尝试，继续相信，哪怕只是多一天。而就在那样的留下里，生活把它的善意一点一点递到我手中，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却刚刚好，让我知道我还在被照顾。当我愿意承认自己正在改变，现实便会开始以新的方式回应我。那不是一个需要宣告的转折，也不是立刻被世界看见的改变，而是一个很安静的瞬间。我终于没有再对内在的变化视而不见。过去的我其实已经在改变，只是我不太敢承认。我怕那样显得不稳定，不确定，好像只要一变，就代表过去的选择全都错了。于是我假装没变，继续用旧的方式说话，旧的标准做决定，旧的角色面对世界。明明心里已经不一样，却还要求自己站回原来的位置。那样的拉扯让我很疲惫，不是因为改变本身，而是因为我不允许改变被看见。我一边成长，一边否认，一边渴望新的回应，一边却还在发出旧的讯号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忽然停下来，不是因为走不下去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意识到，如果我连自己都不承认正在改变，那现实又怎么知道该如何回应我？于是我开始对自己诚实，不是对世界解释，而是在心里点头。我知道我不一样了，我知道有些事我已经不想再勉强，有些方向我也不愿再假装不在乎。那个承认没有让我失去什么，反而让我站稳了一点，因为我终于没有再把现在的自己塞回过去的框架里。当我愿意承认改变，我的行为开始微调，语气变得不同，选择开始对齐。我不再勉强自己维持已经不适合的节奏。就在那样的对齐里，现实开始回应了，不是轰烈的转变，而是一种细微却明确的不同。有些人开始用新的方式理解我，有些关系自然退到不再耗力的位置，有些机会刚好出现在我现在能承接的状态里。我才明白，现实一直在对话，
只是他回应的是我真正站在哪里，而不是我嘴上说自己是谁。当我不再假装没变，世界也不再用过去的版本对待我，他开始以新的节奏与我互动。那些曾经卡住的地方慢慢松动，不是因为我变得更厉害，而是因为我不再发出矛盾的讯号。我不再一边渴望改变，一边害怕承认。那样的矛盾消失之后，现实自然知道该把我带往哪里。原来改变不需要被证明，它只需要被承认。当我愿意对自己说，是的，我正在成为不同的我，整个世界就不再需要猜测。它开始配合，不是因为我要求，而是因为我已经站在新的位置上。我开始感觉到一种流动，不是被推着走，而是被回应。好像生活在说，我看见你了，我知道你不一样了。那份被看见，不是来自外界的掌声，而是来自现实。不再用旧模式考验我。当我愿意承认自己正在改变，我没有失去过去，只是不再被它定义。我让现在的自己真正站出来，而就在那一刻，现实以一种更贴近、更合拍，也更温柔的方式开始回应我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